大家好，又到了 Blender 的学习时间。今天我们来做行星带。大家可以看这个行星带呢，附近都是陨石，这里有个飞船啊。然后呢，这个相片就这样。其实呢，它是可以是动态的啊，可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播放一下。好，这个石头呢就是这样转啊，而是不同方向的转。OK。好，就这样子一个行星带的一个动态。好，时间关系呢，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 Blender， 而旧的那个呢先放着哈。我们 X 键删掉这个立方体，然后呢添加一个 Mesh， 然后UV 沙法啊，这个 UV 球。先说一下我们这个东西，这个飞船是在哪里找的 ？OK。是 sketcheffect.com 这个网站 ，OK， 找到这个飞船叫 Her Spaceship。好，大家呢可以在这点击下载，然后点击它的 GLTF 文档下载就行了 ，OK。然后当你在下载文件夹 ，OK， 下载文件夹把它看到下载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压缩文档的，你把鼠标右键，然后呢把它解压 ，OK， 然后点击进去就是这个 GLTF 文档，这个信点 GLTF 文档 ，OK。然后呢，大家查这个名字，或者是说在搜索引擎那里 ，OK， 搜索 Spaceship 也是可以把它找出来的啊。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如果想找到像这种的天际的石头啊的材质啊，以及外星来客的教程的话，大家同样可以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4，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5 Blender 以及 Twinmotion 等等。然后在第二页开始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细分类的教程文件夹。好，大家呢可以找一个像如果是材料节点，就在粉丝问题和材料节点课一打开，里面都是节点啊。然后呢，从第二页开始，刚才说到第4页都有可能，可以找一个叫做外星来客外星来客是吧？那这里呢就有很多这个天际啊，这些星球啊，这些教程在里面。当然也有一个文件夹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叫星球类教程 ，OK， 星球类教程这里也有之前的星球类啊，大家打开就能看到了，连黑洞啊什么都有了啊。好，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新的文件继续说下去。这个 UV 沙法呢，我们给它一个修改器 Displace 修改器 ，OK。好，如果不懂的话，大家在 Edit Preferences 喜好设置有个插件，插件不是 ，sorry， 在Interface 这里呢，这里可以把它改成中文，那你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修改器了啊。打开这里就能看到置换修改器 ，OK。好，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中文状态来看。我们给它一个新的纹理新的纹理，然后把它的 Mil Level 改到0。好，然后呢，在这下面这里点进去也行，这里点进去也行。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的材质、它的类型改到 Voronoi Texture 纹理。然后呢 ，Intensity 下面的 Intensity 现在有点太夸张，我们改小。OK， 然后呢，尺寸 0.23， 在这里呢有点重要这个位置呢，这里呢，如果你做后面那几个石头的话，就是改这里 ，OK， 改这里你就可以改这个位置这些。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不一样的石头跟着呢，我们加细分修改器 Subdivision Surface， 然后呢 Viewport 变成3， Render 变成3 ，OK， 这石头就这样做出来了然后呢，如果你想做其他的样子的话，那你一会儿我们再做在这个渲染这里呢，我们要用它不要用 Render 引擎呢，就渲染引擎用 Cycles Device GPU Compute， 为了让它渲染的更快一点，我们把这里改到 0.5。这里呢是128。OK， 这个石头呢基本上就做得到。然后呢还有个材质，这里给它一个新的材质新的材质。然后 setting 这里呢setting 这里呢我们一会儿要改 OK， settings 这里
是在好，我们一会儿再改。然后呢，我们进入 Shading Editor， 给它一个这个石头，给它一个材质。然后呢，别忘了先给它一个存盘。我是随便存在一个地方啊，叫做ASTEROID，OK，行星带的一个文件名，随便。然后呢，在 Viewport Shading 来看，点击右上角好，这里呢，如果现在后面这些材质大家不懂的话刚才说过，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664，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5以及 Blender。然后呢，大家找一个叫做最基础系列教程2 ，OK， 这里有6堂课，就是给材质节点的，就是 Blender 最基础的最常用的材质节点 ，OK， 大家可以看到。好，这里做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想这个石头的立体更突出我们加一个 displacement 连上这里的 displacement， 而刚才这个材质这里呢，连上以后，你就在这里它的有个 setting， 这个 setting 下面这里displacement 呢原来是 bump only， 我们换到displacement and bump，OK， 大家可以看这个石头就变成这样了，对吧？但是呢，它这个石头的这个不太厉害了我们给它加一个 noise texture， 让它 noise texture 的纹理呢，就是像噪波名字叫噪波，其实它的 fat 连上这个 height，OK， 好，这个石头是不是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 detail 改到10。Roughness 0.8， 好 ，Mil Level 改到0， Scale 改到2，你看这个石头随着我的修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到下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呢，因为呢，下面一部分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它表面的一些纹理，像这种星际小星球，它都有一些凹凸，也有一些别的纹理。所以呢，我们先做这一部分，是加一个 Voronoi Texture。Voronoi Texture 呢，又是一个另外的纹理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里我这个旧的这里有没有shading。进回到object， OK 选回到这个石头，这个是我旧的那个文件，给大家选一下 ，OK， 这个好，先把它，我现在因为原来的那个石头给它隐藏了，我们所以选其中一个它这里现在它这个上面呢没能看到它的那个，我们先把它存盘没能看到它的纹理。但是呢，在刚才说过最基础系列教程3那里有最基础系列教程2那里有6堂材质节点，那里呢就有纹理给大家看到，这个每个顶上你现在连上的话，它就会出来纹理，像 Principal BSDF 上面有个图然后呢，我们先连上它的 Base Color Voronoi Texture 然后呢把这个值呢我们就不用改了，跟这个 Color Ramp。Color Ramp 是可以导入多种颜色的。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Pose，黑色现在看到下面这里是黑色嘛，所以是黑杆的调 0.18， 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它的颜色就变了，对吧？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数学节点 ，OK， 数学节点。而数学节点呢，刚才说过，在这个最基础系列教程大家可以找最基础系列教程3，在第1页 ，OK， 这里呢有一堂课是专门给中英文对照给大家看，是 Blender 官方的数学节点，像 Multiply 是乘以等等Subtract 一会儿需要冲它的 Subtract 也是的，这里一打开这数学节点就可以看到很多，像 Multiply 就是乘以的意思 ，OK。
好，然后呢，我们勾选，然后把这个值改到是6。大家可以看见，我也随着我一路改它这个的变化。然后呢，点击这一个出现白边了，Shift 加 D，OK，然后呢，把这个值先把这里改成 subtract， 就是减法，就是两个值相减 ，OK， 这个变成 0.3。好，这样做完了以后呢，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它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呢，为了能让它连在一起这个 displacement，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再添加多一个 map 节点，插在这中间，又是用 multiply 这个乘以然后下面这个 value 呢，用这几个我为什么放在这里呢？就是让大家可以统一看见它会成什么样。好，鼠标左键一拉然后把这里断了重新拉，然后呢，把它拉到把它拉到这下面来 ，OK， 拉的时候一定注意这个 clamp 一定要勾选然后呢，再把它的这个 value 连上这里的 value 好，这样的话呢，它们就做到一起了。然后呢，这个noise texture 这个 noise texture 呢，第一条这里这值我们都设好了，跟着到后面这一部分。另外一个值我们再加 noise texture， 然后呢再加一个 color ramp， 然后把 fat 连上 fat， 然后 base color 连上 base color， 然后呢这个这里这个值这个 noise texture 又是黑值 0.18 刚才这个呢我们适当调到 0.24 吧，让它们两个不同。OK， 然后呢，你可以看看之前的这个这个 shading， 在这个 shading 这里是吧？基本上这个石头就这样的出来。好，我们到这里，后呢，这个 scale 呢改到 0.2， 好，大家可以看见改了 0.2， 然后这个 scale 改11，然后这个石头呢就基本上这种斑斑驳驳的石头就这样就做出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么辛苦做，我们别忘了再存盘然后呢，回到 layout 页面，好，我们在 viewport shading 来看你这个可以回到 Shift 加 D， 选了它 Shift 加 D 一个 OK， 看 Sapphire 001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用移动工具选了它，然后呢，把它往右赶，然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刚才说过这边的这个值这个纹理的这个值，我们都可以改它一下。好像这样的你可以把 Voronoi texture 可以把它的值稍微改一改0.23 或者 0.47在改之前呢，你可以看我改的时候是不是两个都变了，对吧？好，我们改回去呢，我们要这样复制一个 OK， 然后再改，这样的话它就变成另外一块不同的石头了，对吧？好，是不是0.6 好 OK， 好，然后呢再加低多一块它该第3块，然后呢这里的 Voronoi texture 呢我们可以改到是 Cloud texture， 好，这又一颗不同了，对吧？然后呢再把这个值给稍微改回来，忘了 OK， 这个是 Voronoi texture我们呢别忘了复制一下，然后再改成 Cloud texture OK， 否则的话就两个一起改了，对吧？Cloud， 然后呢再把它改回来这又不同了，对吧？好，然后呢再去加低多一个，好，然后呢别忘了又复制多一个，1、2、3、4个了然后呢这个 Clouds 呢你可以又改到什么样，或者是说你不用 Clouds， 用另外一个叫做 Musgrave OK， 它的石头又不同了，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值稍改一下，又不同了，对不对？好，然后再复制多一个，是加低多一个
不断的复制，不断的搞，然后复制多一个。好，然后还是用 Masquerade 啊，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值再调小一点 ，OK， 好，再把这些也可以调小一下。好 ，Intensity 小一点 ，OK， 好了，现在5个都齐了。左手序键，右手鼠标左键，把这5个一起甩 ，OK， 啊，左手序键，啊，右手鼠标左键，把它甩了以后 ，LMNM 变成 New Collection， 这个 New Collection 的名字呢，就给它改成 ASTEROIDS，OK， 就是小行星的一个组合，一个 collection， 一个组合 ，OK， 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print 了，伸缩工具把它拉大，伸缩工具把它拉大，拉大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小行星隐藏 ，OK， 隐藏，包括它的渲染隐藏。但事实上呢，我们这个 print 呢就可以在粒子模式这里给它新的 hair， 然后呢这里给它大概是1062 seed 用32 ，OK， 然后把这个 regrow 就是再生的，然后还有高级别的都勾选。然后呢，这个 rotation 旋转这里呢，一会儿我们还要用啊，先勾选一会儿再改。然后 render 这里呢，我们把它改到刚才这个 collection， 就这个行星的 collection， 这里呢把行星的这个 collection 这个组合放进去，你可以看这10块就这样出来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不需要这个 print， 所以把这个 show emitter 勾选关掉。在 viewport display 这里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个 show emitter 也关掉啊。然后呢，还有它的大小 scale randomize， 这里呢就是随机大小，把它变成1。好，跟着呢还有大家要确认一个，就是 source 这里啊 from 啊这个 emit from faces， 只确认。然后在 rotation 这里，刚才说过，我们这里呢要把orientation 改到是 object z，OK， 然后这个 randomize 就改到1，这样的话，这石头的方向旋转的方向也是参差不齐的 ，OK。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做它的动态了，把时间针拉出来，在第1帧的时候，我们在 phrase 给它一个-1，-1 ，OK。好，同样的啊，刚才说过这些是用来，这些是啥意思呢 ？rotation 是吧？这里啊，然后呢点击这一下。现在在第1帧，然后呢，用这个快进键到250帧，把这个改为1 ，OK， 然后呢，再鼠标把它加帧，点击一下就是这里点开就加帧，然后播放的时候，你看它就是在那里随机方向的旋转，对吧？刚才那个石头就这样做出来的啊。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呢，你就别忘了，我们可以再存盘一次 ，OK。然后呢，就导入刚才 import GLTF 文档的那个spaceship， OK， 导入以后什么都先别碰它，好，你现在是看不见对吧？我们用移动工具看它在哪里，好，它在这上面，啊，为了摄像头。对，我们先什么都别碰它啊，我们整个把它给放到合适的位置先。然后摆在摄像头的位置，好，然后呢，继续用伸缩工具先把它缩小，一定要等距离缩小 ，OK， 把它拉小了，然后再把它往到合适的位置放，好，然后呢 ，N 键，这个时候呢 ，N 键出侧边栏，然后点击 VIEW，OK， 点击 VIEW。这是 VIEW 啊，这没显示。勾选 Camera to View， 然后鼠标滚轮中键可以把它放在某个位置上。好，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放上一点或者下一点，或者哪个部分 ，OK， 啊，或者再往那边放一点也是可以的。啊，或者往前一点，或者大一点、小一点啊，这都可以了。
然后呢，好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按键侧边栏赶进去了啊。当你现在呢就可以把它给看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飞船 Ctrl J 变成一个 OK。 好，怎么 Ctrl J 把它全点开？这样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一会儿就可以容易控制它，就是哪个就是近一点，哪个远一点，对吧？就是把这些，如果你要控制它那个渲染啊，你就把它全点开，然后呢，我是这样 OK， 然后把它全点了，全点了以后，当你移动它啊，它都会一起的，要不然的话就不行的 OK。 然后呢，你就把它 Ctrl J， 看看能不能怎么样 Ctrl J 把它都合并到一起啊。如果不行，那你就一个一个的来 Object 002啊，全选了，然后 Ctrl J 啊 ，Ctrl J 变成一个了。好了，你再移啊，还是有就没有啊，移动还是没复制好。然后呢，还有这些你也把它给全复制了 ，Ctrl J 啊，然后把这个然后004这里也是把它加 D 全选了，然后 Ctrl J 好，然后呢然后再把它现在在下面，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跟着全拉，再 Ctrl J OK， 尽量让它就全部变成 Ctrl J 一个。好，跟着呢摄像头，在摄像头这里 Camera 摄像头这里点击 Camera 啊，你在这里呢就有个景深，是吧？你就可以在这选到底是石头呢，还是这个的景深啊？那时候你可以选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叫，等一下，我刚才把它搜索 ASTEROIDS OK。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吸管来吸，不要在这外面，不要，等一下啊，不要摄像头里看，我们在下面看啊。你这时候你可以在吸管把它吸一下这个，那它就变成了某一个 object 的一个叫什么？好，然后呢，你可以渲染一下，看看它会怎么样。好，因为现在呢，我们背景光还没搞出来啊，是吧？好，可能不小心把这石头都给隐藏了。我们先把这个石头重新又打开啊 ，Object 就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石头，这个要隐藏。然后这个 Play，OK， 选这个 Play， 也可以让这个 Play 在Camera 这里。好，或者你就用这个 Play OK， 这个 Play， 然后呢调它的这个 f-stop， 好，调大小，然后呢再渲染一张，然后让它那个周围的石头能显示出来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是怎么做的。好 Camera OK， 然后呢在这里呢这个景深我选的是这个飞船，再把它这个隐藏 OK。 好，然后呢选的 f-stop 1.2， 这个 object 02呢就是这个飞船的一部分 OK。 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这里是叫什么好，这是你要渲染的话，就要把它全给隐藏了，就是原来那个大石块啊，现在已经在 Play 那里已经变成粒子模式长出来了，或者头发长出来了，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世界背景 Color Environment Texture， 我们随便找一个有云有星星的背景啊，在
叫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呢，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啊 ，polyheaven.com 的网站。OK， 直接在这 HDIS 就有很多这个背景，你可以找晚上的 night， 这样的话就有背景，就有可能有些星星啊什么的。好，你可以找一个就是然后呢，你可以把它给存下来啊，存下来 download 就行了。它是 HDR 或者 EXR 为结尾的文档，就像我现在这些啊，我已经把它归类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找一个这个有月亮、有星星，像这样的一个 moonless graph， 也可以随便找一个。OK，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见它的这个背景是不对的，我们又是进入 shading，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选 World 世界背景，这里也选摄像头。OK， 好，然后呢，世界背景我们要把这个纹理它的这个材质出来。OK， 然后呢 Edit Preferences 以后设置，在 Add-on 插件这里有个大家搜索 NODE。 OK， NODE 呢Blender 有个叫 No Wrangler 的插件 ODE。 OK， No Wrangler 的插件啊，这 Blender 自带的，把它勾选以后点击最后一个点点 Ctrl T， 就会出来 Mapping Mapping 和 Texture Coding 的两个新的节点。在这里你就可以调它的背景，调它的背景是什么颜色，什么就是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往上调。好，天空的背景。OK， 然后你可以把它的世界背景调暗。好 ，OK， 这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好就是找一个更合适一点啊。现在这个背景呢，我是随便找了一个的啊，你可以找别的啊，看看能不能有别的。我们再找一个Decat。这个吧。 OK， 好了，然后呢你就在这调，让它亮一点。这个呢你就可以稍微让它亮好，这里呢就有云。 OK， 可以把它往下一点，都可以，这里有云啊什么的啊。好，别忘了，然后呢我把这里 Depth of Field 就选了飞船的一部分002，然后呢把这个 f-stop 这个数字要调小一点啊。然后在渲染的时候 Render Image 这个石头好就已经全渲染出来了。刚才为什么没渲染出来呢？是因为我这里这个一定要刚才隐藏了，我现在把它给打开，这里就是渲染的意思。如果你把它按断了，它就不会渲染出来，所以你要把它打开，它就会渲染出来。 OK， 好，就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现在呢已经把它渲染出来了，大家可以看见是吧？当然还可以调得更好一点了呀。别忘了这是一个动态的啊，你可以把它渲染成动态的，是吧？把它渲染成动态的，就要在这里Output 这里设置啊，给它一个什么文件名啊之类的。 OK， 好，给它一个文件名，就是spaceship 什么的之类的啊，给它一个文件名。然后呢这里别忘了是要搞成录像。然后呢 encoding 这里呢 container 容器换到 MPEG4， 搞不搞音乐都随你了。这个是没音乐的，如果要搞音乐那你就 MP3 啊，搞个 MP3， 然后在这里搞个什么音乐啊，这里时间帧就要换 video sequencer， 然后上，别忘了时间帧一定要搞到0帧或者1帧才搞音乐啊。像这个时间帧啊，摁这个它就到最后了，然后你再搞音乐video sequencer， 然后加一个你的电脑里的音乐，好，随便搞一个什么音乐进去。音乐在这，好，然后呢
再换回时间针，当你播放的时候，它音乐就来了，而且你还可以算了。 OK， 好，然后这个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明天再见，拜拜。